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就是秦始皇嬴政，而第一个皇后却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吕后。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秦始皇的皇后去哪儿了？关于这点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秦始皇有皇后，但是呢，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被废除了，而且还销毁了所有有关这位皇后的记录。第二种说法就是说秦始皇根本就没有立后，他没有皇后。咱们先说第一种说法。大家知道，我们查考先秦的历史主要是参考《史记》，《史记》是成书于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开始写《史记》的时候，大概是在公元前的104年。而秦始皇驾崩的时间呢，是在公元前的210年，期间的间隔不过是100年多一点。这个时间间隔应该说很短。即使说秦始皇嬴政成功地销毁了所有有关皇后的记录，但是即使是口耳相传，应该也会留下很多关于这个皇后的信息。因为毕竟我们说的是一位皇后，不是说的一位二奶。二奶通常是藏着掖着做地下妇人，无人可知，而皇后是天下之母，天下人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秦始皇可以销毁所有的资料，但他不可能灭天下人之口。所以我觉得第一种说法可能站不住脚，我个人更倾向于第二种说法，就是说秦始皇根本没有皇后，他没有立后。在史料中，不光是没有秦始皇皇后的记录，就是关于秦始皇曾经宠爱过哪位妃嫔的记录也没有。那么是不是说秦始皇有什么特殊的嗜好，或者说他在某些方面的能力确实不行呢？这两点呢，似乎都说不过去。秦始皇跟他的爷爷秦孝文王嬴柱一样，有着一个强大的肾。他有23个儿子，女儿也有很多。他身边的妃嫔无数，搜罗了从6国掳来的美女。那么为什么秦始皇一直没有立后？为什么他的感情世界似乎是一片空白？关于这一点呢，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秦始皇在服用长生不老药，他认为自己能够长生不老，那样的话皇后是不可能长生不老的，所以就干脆不立皇后。这种说法呢，明显很牵强。如果秦始皇真的爱他的皇后的话，那么分点药给皇后吃，2个人一起长生不老，未尝不可呀。还有人说秦始皇认为自己是千古一帝，要开创万世的基业，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能够配得上他。这种说法就更加说不过去。千古一帝很多，自命不凡的皇帝更多，但是这些都不是不立皇后的理由。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我们翻看秦王嬴政的成长历程，看看他身边的女人对他的影响，或者说是给他造成的心理阴影，或许我们就可以解释秦始皇为什么不立皇后，为什么没有宠妃，为什么秦始皇的感情世界似乎是一片空白。究其原因，是秦始皇身边的这些女人的所作所为，导致秦始皇对女性的不信任、鄙视，甚至是仇视，特别是对那些权力场中的女人。所以他不愿意给他身边的女人太多的权利，他可以让他们富，但绝对不想让他们贵，因为他不愿再看到一个一个被权力腐蚀的女人。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史料中记载的，在秦始皇成长过程中，他身边出现的那几个女人。我们今天要讲的肯定不会是八卦，而是关于秦始皇执政前期宫廷斗争的血雨腥风。我也会结合大秦赋的剧情，同时呢，也要说一些在大秦赋中的有些情节和历史中的记载不相符的地方。好的，咱们就先从华阳太后开始说起。在剧中，华阳太后让秦异人娶了韩国的公主为妻，而且还大力支持秦王嬴政的同母异父的兄弟成角继承王位。可以说，在秦王嬴政统治期间，华阳太后已经站到了他的对立面，最后甚至是不惜发动宫廷政变，也要拥护成角继位。在这一点啊，和史实就出入的非常大了。在历史上啊，华阳太后自从和吕不韦达成了协议，接受嬴异人作为自己的嫡子开始，她实际上就和嬴异人吕不韦、赵姬以及后面的嬴政绑在了一个战车上。这就是我们在以前的视频中讲到的
代表楚国和赵国的外戚势力。在嬴异人继承王位之前，和代表韩国的外戚势力是联合在一起的，也是他们三股势力合力把嬴异人推上了王位。嬴异人登上王位以后，楚赵的外戚势力和韩系的外戚势力就开始分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各自拥立不同的王子，楚赵支持的是嬴政，而韩系支持的是成角。所以大家可见华阳太后和秦王嬴政一直是在同一阵营的，所以也就不可能发生什么具有韩族血统的成角继承王位这类荒唐的事情。大家想想也很容易理解，华阳太后是来自于楚国，如果她要是想给秦异人娶妻的话，一定是娶来自楚国的公主。况且秦楚两国通婚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大家知道的宣太后以及宣太后之前，秦楚两国就长期通婚。为什么秦楚两国的通婚历史如此悠久呢？就是因为当时中原的诸侯国视秦国为西戎，视楚国为南蛮，所以这也就促使着秦楚这对好基友走到了一起。那么秦王嬴政能否从华阳太后那里得到来自祖母的垂爱呢？当然得不到，因为本来二者就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华阳太后与嬴异人吕不韦的联合不过是一场政治上的交易。在华阳太后心中，恐怕最牵挂的是她的家族利益。我们再来说说那位夏太后。在剧中的夏太后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畜无害、毫无存在感，而且非常善良的忍辱负重的老奶奶。但实际上，这和她在历史中的形象是大相径庭的。在历史中，夏太后就是韩系外戚势力的背后的总后台，因为夏太后本人就是出自于韩国，她或者是韩国的王族，或者是韩国的贵族，她和韩国的王室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是她一力促成了嬴异人娶了那位韩国的公主韩妮，同样也是她想大力促成具有韩国血统的成角继承王位。前几年在中国西安发现了一个大墓，据专家鉴定这很可能就是夏太后的墓。这个墓的规格非常之高，几乎达到了天子的规格，由此可见夏太后当时在宫里的地位。那么夏太后能否给秦王嬴政以祖母般的垂爱呢？很遗憾，也没有。夏太后最喜欢的孙子是从小在她身边长大，同时又具有韩国血统的成角。从两件事上可以看出夏太后跟成角的密切关系。第一件事情呢，是成角15岁的时候出使韩国，不用一兵一卒，只凭着3寸不烂之舌，就说服韩王送给了秦国100里土地。这是不是能够说明成角特别有才干，有苏秦、张仪之才，特别能忽悠？而韩王又特别傻？其实呢，并不是这样。韩王送给秦国的100里土地，不过是夏太后以及成角的母亲韩妮。韩妮本身就是韩国的公主，当时的韩成惠王就是韩妮的叔叔，是夏太后与韩妮说服韩王让出的土地。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能够让成角立功，因为在秦国无功不可以授爵，即使你是王子也是一样。成角就是因为这次功劳被封为了长安君，也就增加了他争夺太子之位的砝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夏太后的去世第2年，成角就叛乱了，这二者之间一定是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的。所以可见秦王嬴政从他的亲生奶奶那里得不到什么温情，甚至夏太后对他比华阳太后对他还要差，因为夏太后想要从他手里夺走王位，华阳太后至少还是支持他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赵姬，就是秦王嬴政的亲生母亲。毫无疑问，赵姬是秦王嬴政最爱的人，或者说曾经最爱的人，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如果说后来秦王嬴政对女人的看法产生偏差的原因，40%要归于华阳太后和夏太后的话，那么剩下的60%都要归于他的亲生母亲赵姬。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句“我最爱的人伤害我最深”。赵姬和嬴政在邯郸的时候曾经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日月，他们回到咸阳以后也一同去面对来自于韩族外戚的排斥。这段时间应该说他们母子的感情很好，但是等到嬴异人去世了以后，嬴政登上了王位。顺便说一下，秦王嬴政登基的时候只有12、13岁，所以政务都是由摄政的华阳太后、夏太后以及赵姬来负责，并不是像剧中所呈现的由赵姬和吕不韦摄政。
实际掌握大权的第一顺位是华阳太后，其次是夏太后，赵姬只是排在第3位。赵姬呢，应该说她并不是一个有很强权力欲的女人，她不是武则天，也不是刘娥，对权力的渴望甚至不如华阳太后和夏太后。用我们现代的人话讲，赵姬是一个很喜欢享受生活的女人，所以她希望她生活中的那些美好的东西一样也不要少。但是啊，很无奈，还真的少了一样重要的东西，就是她的夫君，或者说是一个男人，在她30多岁的这个年纪。所以赵姬就想起了她以前的情人吕不韦。据史书记载，她曾经私通吕不韦。赵姬作为当朝的太后，她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是吕不韦就很害怕呀。吕不韦非常担心，一旦秦王发现了他与他母亲赵姬的奸情，他的政治地位将不保。再说了，吕不韦虽然说没有读过很多的书，但毕竟也是看过电视连续剧《芈月传》的一个有文化的商人，他不可能不知道芈八子宣太后的情人最后都是什么样的下场。宣太后的第一个情人义渠王，最后是被宣太后炸到了西安，然后杀死了他，从而解除了义渠对秦国后方的威胁。宣太后晚年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情人叫魏丑夫，宣太后特别喜欢他，在宣太后弥留之际，还特意嘱咐下面的大臣说：“我死以后要魏丑夫为我殉葬。”这个魏丑夫虽然名字里有个丑字，但本人其实并不丑，不过就是人的名字呢起得比较低调。魏丑夫可不想去殉葬，所以魏丑夫就找了当时宣太后比较信任的一个大臣，叫雍蕊，去劝说宣太后收回成命。雍蕊见到宣太后以后，就问宣太后说：“太后，您觉得人死了以后还会有感觉吗？”太后说：“可能没有吧。”雍蕊又说：“那既然人死后都没感觉，您何必要让您所爱的人去为你殉葬呢？”太后又说：“那万一有呢？”雍蕊又说：“那如果太后有感觉，那您的先王也一定有感觉吧？像您这样隔三差五的就给先王送过一顶帽子去，先王在下面倒是不用担心会着凉，一年四季的帽子都有，虽然说款式颜色比较单一。您现在还要再带一个隔壁老王去见先王，您想想先王看了能高兴吗？”宣太后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收回了成命，不让魏丑夫殉葬。另外补充一点，在《芈月传》中，芈八子和黄歇的那段感情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黄歇的年龄比芈月的儿子还要小10几岁，这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代人。还有芈八子这个八子是后宫的一个官称，在秦国的后宫中也是有等级的，最高的当然是王后，然后是夫人、美人、良人，再往后就是八子、妻子等等。所以八子呢，就是后宫中的一个中级的一个品级。吕不韦不愿意和赵姬再继续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但是呢，他又不想得罪赵姬，正在苦思对策的时候呢，他发现了一个人才，这个人就是嫪毐。嫪毐有特长，他的特长就是在某些方面特别强。吕不韦还让嫪毐用他的特长为赵姬做了一场现场表演，据说演出的效果非常不错。赵姬也是大为惊奇，后来吕不韦还安排嫪毐私下觐见了赵姬，赵姬呢也做了一次用户体验，对产品的性能啊、效果呀都是非常的满意。于是赵姬就跟吕不韦说：“这个人我要了。”可是嫪毐毕竟是一个男人，要想随便的出入后宫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这一点难不倒聪明的吕不韦，吕不韦就假称嫪毐犯了罪，受到的惩罚就是宫刑，又叫腐刑。同时吕不韦又买通了那些执行宫刑的太监，所以就没有真的在嫪毐身上下刀。但是嫪毐这一脸胡子也会引人怀疑呀，你即使今天刮了，明天它还会长，这一点也难不住吕不韦。吕不韦就下令拔，一根根的把他的胡子拔出来。这下嫪毐也算是遭了罪了，满脸的胡子一根根的拔，疼且不说，这脸也会受伤啊。但是嫪毐意志也是非常的坚决，说你们拔吧，从我决定入宫的那一天起，我就没打算要脸。就这样，不要脸的嫪毐就进了后宫，当了一名太监，专门服侍赵姬赵太后。赵姬这时候非常的满足，生活一下子变得非常的美好。如果这时候你要问他，您还想要吕不韦吗？他肯定会问，吕不韦是谁？至于嫪毐和赵姬在后宫中的生活怎么样，
我就不便细说了，以下省去100万字。不久，赵姬就怀孕了。为了不让外界发现他们2个人的奸情，赵姬就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咸阳，搬到了雍城去居住，在那里继续着和嫪毐的2人世界，而且生了2个儿子。这时候的嫪毐因为有了赵太后的背后的支持，可以说是权势熏天。他在宫外有自己的府邸，奴仆就上千，而且咸阳城的很多官员都纷纷的向嫪毐靠拢，以期得到赵太后的垂青。这时候的他已经不简简单单的只是一个面首，而是秦国政坛中的一极，已经隐隐有与吕不韦分庭抗礼之势。所以由此也可以看出，嫪毐对于赵姬而言，不仅仅是满足他情欲的需要，而且也成了赵姬在政治上的白手套，使赵姬的政治力量延伸到了宫外。嫪毐权势大了，人自然也就膨胀了。他在外面吹嘘说他是秦王嬴政的假父，这话呢，最终就传到了秦王嬴政的耳朵里。嬴政是大为光火，嬴政心想，我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父亲。我有亲生父亲，还有一位仲父，仲父指的就是吕不韦。说起这仲字啊，我得稍微的跑一下题。大家都知道伯仲，伯呢代表的是第一老大，仲呢是老二。在中国历史上，兄弟的排行一般是按照伯仲叔季这个顺序来排的。伯是老大，仲是老二，叔是小，季是最小。比如说，如果你有3个儿子，那么老大是伯，老二是仲，老三是季，这个没问题，因为季永远是最小。如果你有4个或4个以上的儿子，那么老大老二没问题，分别是伯和仲，最小的儿子是季，而中间那几个，不管是有2个也好，有3个也好，都叫叔。还有孟这个字也是代表着老大的意思，但是孟跟伯还是有区别。孟呢，通常指的是庶长子，而伯指的是嫡长子，是承继宗嗣的长子。大家看孟这个字，就是下面有一个器皿的皿，然后上面是一个儿子的子字，就是给新生儿沐浴的意思，这是初长子的意思。历史上，比如说曹操字孟德，从这孟德这个孟字可以看出来，曹操很可能是庶长子。一说起姓孟的，大家恐怕都会想起那位孟姜女。其实啊，孟姜女并不姓孟，她姓姜。孟姜女的意思就是说她是姜家的庶长女。一说起孟姜女啊，我又不禁的又要为秦始皇稍稍的洗洗白。上一集呢说了焚书坑儒，实际上坑的是方士，并不是儒。这一集呢，我就要说说这个孟姜女哭长城。孟姜女的故事是中国民间4大传说之一，另外3个民间传说呢，分别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与织女、川普与拜登。川普与拜登不是，是白蛇传，反正都差不多，都是关于如何区分人和妖的故事。孟姜女的故事呢，大概就是说她和她的丈夫范喜良非常的恩爱，范喜良被迫去修长城，最后累死在了长城里头，尸体还被弃进了城墙中。孟姜女悲痛欲绝，大哭不止，最后哭倒了长城，找到了丈夫的尸体。在掩埋了丈夫的尸体以后，孟姜女也自杀寻夫。所以这个故事实际上也是对秦王嬴政修长城的暴政的控诉。但是实际上啊，这件事情跟秦始皇一点关系都没有。秦始皇如果在天有灵，听到了孟姜女的故事，他肯定也是嚎哭不止，甚至可能把剩下那段长城都给哭倒了。实际是怎么回事呢？孟姜女她是姜家的庶长女，姜姓当时是齐国的贵族，是齐国的大姓。孟姜女的丈夫启良不是范喜良，是齐国的将军，在出外作战的时候阵亡了。孟姜女非常的悲痛，也是连续哭了10天10夜，最后把齐国的一段城墙哭塌了。她的丈夫启良的尸体从战场上送回来的时候，齐王呢是准备到道边祭祀，但是孟姜女不同意，她认为道边祭祀不庄重，坚持让齐王要去她的府中祭祀。最后齐王也是感动于她对丈夫的一片痴心，就同意了过府去祭祀。过府祭祀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是改变了当时的礼法，所以后人就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再到后来慢慢传着传着，到了明清时期就变成了孟姜女哭长城。秦始皇又莫名其妙的背了一个锅。不好意思，又跑题了，咱们继续回来。
秦始皇不光是生气于嫪毐说是他的假父，而且嫪毐的野心是越来越大。他甚至想等到秦王嬴政驾崩以后，他想让他和赵姬生的2个儿子之一来继承王位。他的这一企图也被秦王嬴政察觉。秦王嬴政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王位，嫪毐的这一个想法触动了他的逆鳞。所以秦王嬴政就出手了。在秦王嬴政22岁的时候，他在雍城要举行一个冠礼仪式。古人一般男子是20岁进行冠礼，女子是16岁行笄礼。所谓笄就是簪子的意思，冠礼和笄礼其实就是成人礼。虽然说规定男子是20岁，但是历史上或早或晚的例子有很多。比如说周文王12岁就受了冠礼，汉武帝刘彻也是在16岁就受了冠礼，这主要是由亲政的需要来决定的。而秦始皇嬴政也是因为在他继位以后，一直由太后和吕不韦来摄政，所以呢，他的冠礼呢就被一再的推迟，一直到22岁才举行冠礼。在举行冠礼的那一天，嫪毐在咸阳发动兵变。嫪毐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发动兵变？他在咸阳发动兵变的时候，秦王嬴政是在雍城，那么他针对的到底是谁？这个在历史上呢都是一个谜，甚至于说他到底是主动的发动的兵变，还是被动的自保，都是一个谜。有些历史学家，比如说写《秦迷》这本书的李开元先生，就认为嫪毐兵变实际上是楚氏外戚对赵氏外戚的一次大清算、大攻击的行为。以前我们提到齐国政坛内的3股外戚力量，楚系、赵系和韩系。夏太后去世以后的第2年，成角叛乱被杀。随着成角被杀，有一件事引起了史学家的注意，就是嫪毐封侯。在秦国没有军功是不能受爵的，这一点执行的是非常严格。即使嫪毐得到了赵太后的宠爱，他没有军功也是绝对不能封侯的。而成角被杀以后，嫪毐随即就被封侯。所以很多史学家相信，嫪毐作为赵系外戚力量的白手套，或者说是出头的那个人，他参与了平定成角的叛乱，或者说就是他促使成角叛乱，然后再借机杀了成角。所以成角之死很可能是赵系的外戚和楚系的外戚联手作用的结果。韩系外戚覆灭以后，政坛上只剩下了赵系和楚系，赵系逐渐做大，已经摆脱了楚系的控制。而在这个时候，就是在秦王嬴政行冠礼的时候，楚系力量在秦始皇的支持下发动了对赵系外戚的一个清算。嫪毐被杀以后，秦始皇把他的生母赵姬也幽禁在了雍城，誓言永不相见。但是拥禁亲生母亲在当时来说是有违孝道的，所以很多大臣都来劝秦始皇，希望他收回成命，把他的母亲赵姬接回咸阳。总共有27名大臣为此上谏，结果这27名大臣都让秦始皇给杀了。但是后面还有一个人不知死，他也是为了太后的事情来向秦始皇进谏。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毛焦，这名字起的就是一副找死的样子。他去觐见秦始皇，秦始皇没有见他，就让下面的人去问他是不是因为太后的事而来。毛焦说没错，又问你知不知道前面已经死了27个人。毛焦说我知道，人说天上有28星宿，我就是来凑这个数的。秦王嬴政很想看看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就接见了毛焦，而且还命令手下的人先烧好了一大锅水，估计是想把毛焦当作毛肚给涮了。毛焦见到秦王嬴政以后是毫无惧怕，他也看到了那口大锅，但是呢，他还是直言向秦王嬴政陈明利害，告诉嬴政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6国的人都不服你，会影响你一统天下的大业。说完这番话，毛焦说行了，我该说的也就说了，我估计你们也饿了，我这就下锅，你们准备开吃吧。毛焦的这番话，特别是说影响到了统一6国之大业，触动了秦始皇。秦始皇就赶忙拦住了毛焦，说先生您说的对，我马上就改。于是秦王嬴政亲自去雍城迎回了赵姬，至少从表面上来说，母子2个人算是和好如初了。毛焦也因此被拜为上卿。在春秋时期，有一件事情呢，和秦王嬴政迎回赵姬这件事情非常的类似，说的是郑国郑武公的王后武姜，她生的第一个儿子叫武生。为什么叫武生呢？是因为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啊，胎位不正，
难产。这种情况呢，在古代就叫做武生。也许是生娩的过程中承受了很大的痛苦，武姜对他这个长子呢，就一直不是很喜欢。后来武姜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叫叔段，他对这个幺子却是非常的喜欢。郑武公去世以后，武生作为长子就继承了国君之位，就是后来的郑庄公。武姜过分偏爱他的小儿子，竟然唆使他的小儿子造反，他来做内应。后来叛乱被平息以后，郑庄公对他的母亲非常的不满，就把他的母亲武姜送到了郢地，并发下毒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句话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不到黄泉不相见。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手下的大臣有个叫颍考叔的，有意化解他们母子之间的这场僵局。有一次呢，郑庄公和颍考叔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呢，颍考叔特意把一些美味的肉脯留下来。郑庄公就问颍考叔说：“你留下这些肉脯做什么？”颍考叔就说：“我想拿回去让我的母亲尝尝。”这句话触动了郑庄公心中柔软的那一部分，所以当时他是默然不语。颍考叔趁机就劝郑庄公要与母亲相见。郑庄公就说：“其实母子连心，我何尝不想？但我曾经发下如此重誓，身为一国国君，又岂能出尔反尔？”于是颍考叔就给郑庄公出了一个主意，他让郑庄公挖了一条隧道，一直挖到见到泉水为止，然后又让郑庄公和他的母亲武姜分别从隧道的两头下入隧道，在隧道中母子相见，这样就没有违背郑庄公当时发下的毒誓，也成全了他们母子最终相见的这段佳话。秦王嬴政在铲除了赵系的外戚势力以后，在他亲政后不久，又一鼓作气地铲除了楚系的外戚势力。这样，楚系、赵系、韩系三股外戚势力都被秦王嬴政从秦国的政坛中铲除，这也为他后来发动的对六国的灭国之战扫清了障碍。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外戚势力都存在的话，秦国对六国的战争可能还会像以前一样打打停停，打赢了隔几座城池，签个和平协议，交换个质子。因为外戚势力是不希望你把他的母国给灭掉的。关于秦始皇为什么没有皇后这个问题呢？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秦始皇的始皇后原来就是楚国人，而且还是公子扶苏的母亲。后来因为发动秦楚战争，而这位皇后又站在了楚国那边，所以被秦始皇罢黜，并抹去了有关他的所有记录。这也是一种说法，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赵姬是在秦王政18年，在他51岁的时候病逝于甘泉宫。他和嫪毐生的那2个幼子，在嬴政平定嫪毐之乱的时候，已经被秦王嬴政扑杀。所谓扑杀呢，就是放在一个麻袋里活活的摔死。当时这2个孩子只有3岁和5岁，这也是一幕人间的惨剧啊！所以我想，赵姬虽然搬回了甘泉宫，但是他和嬴政的关系不可能和好如初了。当时在先秦时代，世风还是比较开放，作为太后找个面首什么的，通常也不算是什么大事。但是赵姬呢，走得有点太过了。她不光是淫乱后宫，而且还允许嫪毐窥伺秦国的王位。所以她对于秦王嬴政来说，就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行为给秦王嬴政造成的羞辱感，而且还是一种背叛。再者说了，虽然先秦时代的民风比较开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是这么开放。秦王嬴政或许就不是这样的人。秦王嬴政曾经为一个巴郡的寡妇姓卿的筑了一个怀清台，以表彰她在丈夫去世以后没有再嫁人，而是保守着丈夫的家业，以财自卫，人不敢犯。始皇以为真妇而克之，筑女怀清台。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个贞节牌坊。另外，秦始皇在会计时刻中也特别提到，要匡正民风，男女之间要做到内外有别。丈夫如果在外面沾花惹草，妻子可以杀之而不受到惩罚；如果妻子在外面不守妇道，子女们可以不认她。所以这些都可以表明秦王嬴政他本人对女人贞操的看法。在这方面，应该说秦王嬴政还是非常看重的。史书上没有记载赵姬在搬回甘泉宫以后和秦王嬴政的关系怎么样，只是在提到秦灭赵国的时候，
秦王嬴政命令杀死了所有当年欺负过他母亲赵姬的赵国人。不过那个时候赵姬已经去世，这从一个侧面也能看出秦王嬴政对他母亲的这份拳之心。不管怎么样，善良的我们都希望秦王嬴政和他的母亲赵姬最后能够彼此谅解，和好如初，因为毕竟母子连心，毕竟血浓于水。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